在2019年台北电脑展上 ，AMD 率先推出第一款支持 PCIe 4.0 的 Ryzen 3000系列处理器。只是长达1年多以来，由于隔壁家一直没有推出支持 PCIe 4.0 的处理器，导致存储厂家也并未积极推出支持 PCIe 4.0 的 M.2 SSD。不过，随着1年多的不断发展以及11代酷睿处理器的发布 ，PCIe 4.0 的 M.2 SSD 生态支持上可谓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进步。而这一次就来和各位上手测试来自希捷新推出的 FireCoolDown 520 1TB M.2 SSD。这一次有幸获得希捷所提供的这一款崭新的 FireCoolDown 520 1TB M.2 SSD， 在官网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规格参数。官方宣称 FireCoolDown 520采用 3D TLC 颗粒，规格为2280，接口为 M.2 E-Key。支持 PCIe 4.0 程式协议，外包装上标明 1TB 的容量，拥有高达每秒5000 MB 的读取速度，以及4400 MB 每秒的写入速度，还拥有 760K 和 700K IOPS 的 4K 随机读写速度。容量选择除了我拿到的 1TB 容量以外，还有 500GB 和 2TB 的容量版本。每 500GB 拥有850到900TB 的读写寿命，保修时长为5年，并且在保修期内还提供了1次免费的数据恢复，对比其他厂家可谓是比较少有的服务。原手所配的配件十分精简，除了说明书以外就没有其他的配件了。也就是说 ，FireCoolDown 520原厂是没有配备散热片的。如果你所使用的主板并没有自带 M.2 散热装甲，在选择有非常大发热量的 PCIe 4.0 SSD， 我会建议用户选择自己购买第三方的 M.2 散热片或装甲，以防止 SSD 过热导致掉速的问题。FireCoolDown 520的主控芯片是全联为希捷所定制的 SPS P010B170， 算是全联自家 E16 的希捷定制版本。缓存设计在正反面各一颗，采用海力士的 H5AM 8G8NCJ RVKC， 规格为 1GB DDR4 2666 MHz 总和 2GB， 比起常见的 DDR3 颗粒会更加的迅速。3D TLC 存储颗粒采用动姿的 TAB H65AWV， 并且是双面颗粒的设计，因此类似笔记本用户这类散热压力比较大的场景，请务必做好 SSD 的散热工作。介绍完 FireCoolDown 520的规格，这次也少不了上机测试。处理器采用 AMD Ryzen 7 5800S， 搭配上华硕 ROG Strix B550A 主板，采用手动自定义的 PBO2 模式。记忆体内存是2条 8GB T-Force Delta RGB DDR4 3200 MHz， 并超频到1:1 FLCK 的4066 MHz， 时序为 C16 21 21 21 39。显卡为华硕的 TUF 6700 ST52G， 系统版为 Intel 的 S3500 300GB SATA SSD， 散热器是追风者的冰凌 280MP， 电源采用微刚 Corsair 的750瓦全模组电源，支持场景为开放式模式。FireCoolDown 520安装在 CPU 直链的第一条 M.2 插槽，并且安装上 B550A 自带的 M.2 散热装甲。首先是 Crystal Dismast 跑分 ，1GB 的测试下，控盘的 FireCoolDown 520确实能够跑到5000 MB 每秒和4300 MB 每秒的读写速度。4K 随机读写也拥有 780K 和 730K 的 IOPS 的读写速度。而切换成 64GB 的测试后 ，FireCoolDown 520的读写速度将会有所下降，来到了3500 MB 每秒左右。但其他的数据和 1TB 测试基本大同小异，表现非常不错。而在 ASSD Benchmark 的测试当中 ，1GB 空盘穿戴下拥有4300 MB 每秒和4000 MB 每秒的读写速度。4K 随机读写速度也拥有78 MB 每秒和246 MB 每秒。切换到 10GB 场景测试后，顺序读写的测试并没有特别的差距，而是 4K 读取速度会有一点点的影响。然后是 HD Turn Pro， 在运行 200GB 的文件写入测试中，基本上都还是处于 SLC 缓存的范围，读写速度在4600 MB 每秒和4000 MB 每秒，表现非常良好。然后进行全盘压力测试，平均读取速度为2600 MB 每秒，平均写入速度则是2540 MB 每秒，表现非常稳定。再来则是持续插写测试，用来测试 SSD 本身在全盘文件写入后的负载和速度。FireCoolDown 520在0到 30% 的容量写入后，也就是0到300GB 左右，写入速度大约是在2450 MB 每秒。
300GB 后，由于施满了 SLC 缓存，采用的只是缓外写入，因此会开始掉速，并且维持在900MB 每秒左右的写入速度。之后到了480GB 左右，速度进一步掉到了500MB 每秒左右，然后平均以520MB 每秒的写入速度写完整个 SSD。完成了压力测试，也就是进行容量用完后的状态下，再一次进行读写基准测试。读写速度表现和空盘状态下如出一辙，性能的稳定性可以说是非常棒的。最后我运行插写测试，持续维持1小时。此时发热过到520的温度也只有最高58度，表现非常良好。当然其原因也是因为使用了 V50A 自带的 M.2 散热装甲，因此我还进行了不安装 M.2 散热装甲的压力测试。GG。压力测试进行到2分钟后，突破了温度墙，来到了83度。此时的读写速度直接掉到了100MB 每秒以下的可怜速度。由此可见，发热过到520的发热是真的高，因此强烈建议加装散热片或散热装甲。目前发热过到520 1TB 的售价在999马币，对比其他家旗舰的 SSD 价格，还是有选购的价值。虽然新接的发热过到520只有5000MB 每秒的读取性能，比起其他家高端存储厂家都已经推出高达7000MB 每秒的读取性能对比上自然会稍微逊色一些。不过毕竟是采用全联较为成熟的E16定制方案，性能和稳定性比起目前主流的 PCIe 3.0 基本还是好不少的。而发热过到520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非常稳定的读写性能 ，SLC 缓存非常多，只要是温度控制得好，即使达到了缓慢状态下，也不用担心性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基本上都还是在可用范围里头。当然缺点也不是没有的。全联E16的主控本身发热比较大，加上发热过到520原厂并不附赠散热片，需要额外加装散热片或散热装甲来解决发热过大，从而影响性能表现。不过目前大部分支持 PCIe 4.0 的主板也都已经自带至少一个 M.2 散热装甲，所以发热的缺陷也不算是个大问题。好了，这次的测评就到这了。如果觉得这期影片不错的话，也不妨点赞、评论、分享支持一下。当然能订阅我的频道就更好了。还可以加入频道的付费会员计划，每个月也会有付费会员的专属直播内容以及专属的抽奖活动。此外，还能到我的 Discord 交流群来一同交流。当然，如果想要以行动支持我，还能够通过 Buy Me a Coffee 或通过泰拳购 Wallet 打赏支持。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Kenny， 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影片见。